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原子弹都炸不死的男人。二战末期呢，因为日本政府拒不投降，顽强抵抗，美国呢先后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扔下了2颗原子弹。有一个29岁的男子，2次核爆他都在爆炸中心，都被他赶上了，被原子弹炸了2次，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活到了93岁才去世。他的名字叫做山口江。在开始之前呢，如果您喜欢奇闻趣事、真实案件，请点赞订阅，您的支持呢就是我更新的动力。咱们接着讲，山口江呢是日本长崎人，出生于1916年。成年后的山口江进入了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工作，成为了一名绘图师。1945年8月初，山口江被公司派到广岛去出差。8月6号，也就是出差的最后一天，山口江结束了广岛的出差任务，和2位同事正准备前往火车站，坐火车返回长崎。就在这个时候呢，山口江发现忘了带印章了，于是返回办事地点去取。如果他不去取这个印章，也炸不到他了。取到印章之后呢，正走在返回的路上，就在这时，美国 B-29 轰炸机呢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山口江回忆他看到天上盘旋着轰炸机，然后就看到一个东西挂着降落伞就飘了下来，紧接着天空中出现了巨大的闪光，然后他就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这时呢，他所在的位置距离原子弹爆炸的地点大约有3公里。他后来回忆，睁开眼睛的时候，眼前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周围也听不到声音。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已经失明了，而且呢，他的2个耳膜也被破裂了。他上半身左侧受到了严重的烧伤。过了一会儿，他勉强地走到了旁边的一个避难所，休息了一会儿，开始找他的同事。还好他的同事也幸免于难，于是他们一起在防空洞里过夜，准备第2天返回长崎。8月7日，也就是第2天，山口江和他的同事们再次前往火车站。在路上到处都是烧焦的尸体，广岛的许多桥梁都扭曲变形和坍塌了。去火车站的路上也需要经过一条河，河里也飘着尸体。到达火车站之后，火车站还在运行，他们呢就登上了火车，回到了长崎。山口江是在8月8日清晨到达长崎的。他一瘸一拐的先去了附近的医院，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包扎好了之后呢，才回家。进门的时候，家里人都认不出来他了因为山口江的身上、手上、脸上都被烧黑了，而且呢还裹着绷带。虽然伤得不轻呢，但是山口江决定第2天先去公司报到，然后再回来休息。到8月9日一大早，山口江就勉强的从床上爬了起来，到三菱造船厂在长崎的办事处上班。结果公司的一名董事要他在上午11点汇报一下广岛的业务情况。而就在当天的上午，美国 B-29 轰炸机携带着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在9点44分到达了小仓市。原定的炸弹空投的目标是小仓市，但是由于小仓市当天的云雾天气，飞行员无法用眼睛确认目标位置。尝试了3次之后呢，耗费了45分钟也没能成功，飞行员就果断的离开了。20分钟之后，到达了备选目标长崎市。这个时候，山口江正向公司的董事描述他在广岛看到的炸弹是如何发出刺眼的白光，然后如何把广岛这个城市给炸了的。他的上司呢说他胡说八道，你脑子是不是炸坏了？怎么可能一个炸弹就把一座城市给炸毁了呢？太夸张了。正在这个时候，窗外突然发出一道白光，山口江马上就趴在地上，几秒钟后，冲击波把办公室的窗户玻璃都震碎了。这次爆炸，建筑物挡住了冲击波，因为突然趴在地上，山口江的这个绷带掉了，但是没有受伤。山口江马上离开了三菱大楼，跑回家去看他的妻子和儿子。由于山口江回来的时候向家人描述了他在广岛是如何受伤的，当时的炸弹的威力有多大，所以在这次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都躲在了地道里，逃过了一劫。后来由于辐射，山口江的头发都掉光了，一开始经常呕吐发烧，但与许多被辐射的受害者不同，山口江呢慢慢的恢复了。山口江虽然幸存了下来，但是他的左耳已经失去了听力，胆囊呢也被切除了。就在长崎核爆的第6天，也就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由此结束。由于三菱重工在战争期间一直为日本军队服务，因此在战后就被强行查封了，山口江就此失业了。为了养家糊口，山口江起初在长崎的驻日美军海军陆战队做翻译，后来呢又转行做了7年的英语老师。
20世纪60年代，三菱重工重新开工，山口江又回到了集团做坦克设计师，一直到退休。2005年，山口江的第二个儿子，年仅60岁的山口结利，因为幼年遭受了原子弹爆炸，和病魔斗争了几十年之后去世了。这个事情呢，让山口江原本已经平静的内心再次翻腾。山口江呢，决定讲出自己的故事。2006年7月，已经90岁高龄的山口江主演了纪实电影《双重被爆》。2006年的8月，山口江在联合国发表了关于核裁军的演讲。他还写信给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并且得到了关于禁止核武器的回复。经历过2次核爆的人数大概是100多人。山口江呢是唯一一个被日本政府认证的经历2次核爆的人。山口江在2010年去世，享年93岁。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还没有订阅关注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